Hello， 大家好，我是先锋君，今天开始更新顶上战争篇章。路飞一行人终于赶到了正义之门面前，本以为海军会将他们拒之门外，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正义之门居然对他们自动开启。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既然大门敞开，那就冲吧。海军总部马林凡多，海军们已经集结了所有的精英战斗力，在马林凡多的岛屿四周环绕着50艘军舰，港岸上布满无数重炮。马林凡多的广场是10万名从世界各地召集而来的知名海兵，在海兵的最前排是8位巨人海军以及5名王下七武海，分别为大熊、月光莫利亚、多弗朗明哥、鹰眼、波雅汉库克。兔形台的正下方有海军最高战斗力，海军本部3大将坐镇，3人不用出手，光是逼人的气魄就已经让海军士气大增。这是海军所有的正义力量，为了阻止白胡子海贼团夺回艾斯，齐聚此地，等待着与白胡子海贼团决一死战。为了更加激起海军们的斗志，海军元帅战国在触行艾斯之前，向海军以及全世界爆料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火拳艾斯是海贼王罗杰的亲生儿子。此消息一出，立刻轰动全世界。那些密切关注战局的记者们，如同油锅中的气泡一般翻滚起来，四处奔走相告，给各自的报社汇报第一手消息。20年前，罗杰被处刑的前夕，将亲生儿子艾斯托付给了卡普。罗杰死后，海军彻查了罗杰的家乡，将与罗杰相关的所有人全部杀死，唯有怀有身孕的陆九在卡普的保护下活了下来。艾斯的身份对于罗杰的崇拜者是精神支柱，而对于憎恨海贼的海军和平民，他是恶魔的后裔，人人得而诛之。海军们得此消息，杀死艾斯，消灭白胡子海贼团的杀气更重，士气高涨。不过很快，海军的士气就要受到狠狠的打击了。马林凡多内海，危机正从厚厚的浓雾后面悄悄靠近，海面安静的让人压抑，连海风都悄悄地停止了。短暂的平静之后，负责瞭望的海军大惊失色，在浓雾中出现了无数海贼船。马林凡多立刻拉响警报，所有的重炮全部对准海湾，全员进入战斗状态。海贼船的大舰队很快突破迷雾，以极快的速度向马林凡多冲来。放眼望去，舰队中的海贼船密密麻麻，根本无法计算数量。最让人恐惧的是，四皇白胡子尚未露面，未知的恐惧瞬间笼罩在马林凡多，因为根本不知道白胡子会在什么地方，从哪里给海军怎样的重拳出击。在海军的瞭望兵能看得见的范围里，那些海贼舰船中就包含了尤其是多马、雷钦、马库盖伊、迪卡尔班兄弟、大窝蜘蛛、斯库亚德等等名震新世界的大海贼，而白胡子和奇亚队长还没有露面，战斗力尚且不可估量。海军瞭望兵私下寻找白胡子，就在海贼大舰队火速靠近马林凡多时，马林凡多月亮湾的海湾内平静的水面上突然泛起几个小小的气泡，一般人很难察觉，但是拥有见闻色霸气的3大将很快就发现了不妙。几秒钟后，内湾的水面突然剧烈翻滚起来，一艘巨大的镀膜鲸鱼头海贼船从内湾海里冲出水面，这就是白胡子海贼团的主船莫比迪克号。紧随莫比迪克号的是另外3艘海贼船，没有费一颗子弹，仅凭镀膜技术进行水下潜伏，白胡子的主要战斗力就轻松地避开了海军的外围防御圈，进入到了海军的腹地。海军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莫比迪克号上几个让人胆颤的身影，以一番队队长马尔科为首的14位队长，以及身材魁梧、公认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白胡子登场无需多言，光凭自身的气势就让在场10几万人全部沉寂，不敢发出一点声音。除了战国和3大将这种级别的人物，普通的海军哪里见过白胡子？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惊慌的神情。白胡子与战国短暂的对峙之后，白胡子率先出手，他放下纵云切，双臂发力，一声爆炸之后，海面突然剧烈翻滚，白胡子的招式居然引发了海啸，这就是最强超人系恶魔果实阵阵果实的威力。仅仅是试探性的动作，威力就可以毁灭一个小镇。战国毫不掩饰自己对白胡子的顾忌，这个男人不能小看，他可是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白胡子的出招正是打响了这场旷世之战，狂风夹着千层巨浪从左右两边袭向马林凡多，眼看就要将整个海军总部摧毁。危急时刻，出行台下面窜出一个身影，海军本部大将亲自出手了。只见他窜到半空中，2道蓝色冰柱从手中射出去，冰柱触碰到卷起的海浪之后，迅速将海浪凝结冻住，两边海啸如同2个冰雕一样耸立在马林凡多的左右两边。紧接着亲自对准白胡子射出2戟矛，手中的寒冰化作数支冰箭袭向白胡子。白胡子卯足力气，一拳震出，
将轻质的冰雹从空中击落，余震波及到空中的轻质。轻质使用出冰分身扛下白胡子一击，冰分身被打破后掉入内海，将港湾内的海水冻结成冰，封锁住了海贼们的退路。轻质的出招再次激起海军们的士气，海军们立刻做出反应，炮击莫比迪克号。白胡子海贼团水的海贼一点不虚，盯着枪林弹雨，以轻质的寒冰作为落脚点，跳下海贼船向港湾内部冲去。海兵们也操起刀枪冲上前来迎战，双方很快厮杀在了一起。斯摩格的手下达斯奇妹妹眼见白胡子第5番队队长花剑比斯塔，就要上前挑战一下，刚要拔刀，身后袭来另一个壮汉。好在斯摩格紧随其后，将壮汉打倒，救了达斯奇妹妹一命。另一边，海贼们用大炮对准海军进行反击。突然，在前排出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这些都是海军本部的中将。在平时，就算是图魔令也见不到如此齐全的中将阵容。不过，中将们的对手可是来自新世界的大海贼，根本没人虚他们。此时，一直在一边观战的鹰眼突然跳上高台，看样子是准备参战。他的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本来海军们也不指望七武海会出多大的力，尤其是一向我行我素、从不迎合海军的鹰眼，这些被世界政府召集来的海贼，只要不给海军添乱就是好事了。没想到鹰眼居然要主动参战，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看到的画面。而鹰眼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替海军出力，他只不过是想试一试曾经和罗杰齐名的白胡子如今的实力到底如何。鹰眼拔出传说中的无上大怪刀12弓之一的黑刀夜，瞄准白胡子一个斩击，一道绿色的刀锋割开空气，劈开冰层，如闪电般袭向白胡子。然而白胡子面对迎风而来的刀锋，依然面带笑容，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一声重击声，黑刀夜劈出去的刀锋被一个身影硬生生拦下。这个魁梧的男生将刀锋掀飞出去，冲向天空。此男子名为乔兹，人称钻石乔兹，为白胡子手下3番队队长。钻石果实能力者，身体如同钻石般坚硬，可以对抗所有的重击。鹰眼一击斩完，不再出招，出了大刀之后继续观战。这时，另一位海军本部大将黄猿站起身来，感叹道：“不愧是白胡子的队长们，一个个强得像怪物一样。”接着，黄猿化成一道道光粒子，马林凡多内海上奔跑在冰面最前面的海贼被一道金光刺得睁不开眼。光粒子重组一起后，黄猿现身，出手发出一招8尺琼勾玉，无数的光粒子袭向白胡子。白胡子埋怨了一句：“真刺眼。”另一个身影从旁边飞了过来，用身体替白胡子挡下了黄猿的攻击。这就是白胡子1番队队长，人称不死鸟马尔科。他的浑身被蓝色的火焰缠绕，幻兽种鸟鸟果实不死鸟形态的马尔科，在承受攻击之后，身体可以迅速复原，如同凤凰涅槃重生一般，拥有不死之身。马尔科化身凤凰形态冲向黄猿，黄猿用8尺琼勾玉猛攻，但是丝毫不起作用。马尔科在空中一个空翻飞踢，缠绕霸气的踢技将黄猿一脚踢飞。黄猿事态失败后，不想再进攻，指挥身后的巨人海军出手。乔兹一个冲刺跑到前线，接着一招钻石重拳，将冰面锤开一个裂缝，然后硬生生将一整块冰掀了起来，向出行台方向丢了过去。臂力惊人，眼见如陨石般大小的冰块砸下来，稳坐在座位上的大将赤拳站起身，右手抱出岩浆，对准冰块一拳击出，岩浆拳头瞬间将巨型冰块击垮。这还不算，岩浆在空中化为无数的小岩浆，如流星般四下散开，砸在海贼堆里。一颗岩浆流星直奔白胡子而去，白胡子用纵云切挡下来，轻轻吹了一口气，岩浆就熄灭了。这就是世界顶尖强者的出招对决，好像世界末日一样恐怖。从来没有参加过实战的科比，第一次面对这种规模的战争，吓得双腿不住颤抖。在这种战场上，别说击退敌人立下战功，能活命就已经是奇迹了。贝鲁梅伯已经瘫倒在地，劝说科比随他一起逃走。这种战争根本不是他们这些菜鸟能够参与的。白胡子手下的队长们个个勇猛善战，海军们也不甘示弱，拼命抵抗，战斗进入胶着状态。突然，大地一阵剧烈的颤动，在马林凡托内海外面的迷雾中，有一个好像小山的身影正在缓慢靠近。海贼们看到这个超级巨人后，士气激增。海军方面则显得有些惊慌，立刻用大炮进行攻击。巨型身影举起手中的战刀，一刀下去将一枚大炮击碎。他就是比巨人族还要大数倍的古代巨人族魔人奥兹的后裔小奥兹。小奥兹光是站在那里，海军这边的几个巨人族在他面前就像个玩具一样。小奥兹发出咆哮声，向海军的中心地区靠近。看到小奥兹所向披靡的样子，海军的巨人部队开始行动，挥舞手中的武器，强行推开一条行进路线，向小奥兹攻了过去。僵尸王月光莫利亚看到小奥兹，兴奋地大声尖叫：如果能得到这个家伙的尸体，就可以重创奥兹时代的辉煌，重新创造出最强的僵尸军团了。他开始摩拳擦掌，等待时机。
小奥兹举起一艘军舰丢向前方，迎面而来的8个海军一下子被军舰击退。小奥兹仅用这一招就打开了通往湾内的入口，其他海贼们立刻随小奥兹向湾内进攻。小奥兹身形太过庞大，立刻成为众矢之的。白胡子安排其他海贼掩护小奥兹，巨人海军挡在小奥兹前面，小奥兹一刀将他劈死。接着一个女巨人操着一把矛刺过来，小奥兹将矛握住，飞出好像炮弹一样的拳头将女巨人击飞。海军这边被小奥兹搞得颇为头疼。海贼女帝汉乌克突然发难，从一边的观看席位上用出俘虏之剑，新型箭雨将临近的海贼们全部射成石头。接着汉乌克纵身跃下，冲入人群，用方向脚见人就踢。一顿混战之后，一个范围内的海军海贼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女帝的眼中，无论是海军还是海贼，除了路飞之外，世界上只要是男人都一样的坏，而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会被原谅，因为自己太过美丽。月光莫利亚已经做好了迎战小奥兹的准备。当小奥兹靠近七武海席位的时候，大熊突然上前一步，将一个范围内的空气压缩在手上，变成一个小小的熊掌型小气球。大熊将小气球丢向小奥兹，小气球触碰到目标后，发出如同核弹爆炸一样威力的巨响，四周的海贼和海兵全部被波及，地上厚厚的冰层都被掀飞。小奥兹那势不可挡的身躯承受如此剧烈的攻击，一下子跪倒在地。小奥兹在失去意识的瞬间记起和艾斯的点滴回忆，因为一个草帽，小奥兹和艾斯结下友谊。小奥兹强撑着重新站起身，向出行台方向迈开步伐。海军调集大炮对着小奥兹的脸部进行猛烈射击，他拼尽最后的力气，重拳击向多弗朗明哥，至少在自己倒下之前干掉一个七武海。小奥兹一拳砸毁了海军的防御围墙，多弗朗明哥发出大笑声，从小奥兹的上面越过。小奥兹突然感觉到一条腿好像失去了知觉，无法动动半步。下一秒，小奥兹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腿飞了出去，伤口处被某种利器齐齐地切断了。小奥兹无法再继续前进，他把手伸向出行台的艾斯，意识开始模糊。站在小奥兹正下方的莫利亚用出鹰角枪，一招刺进小奥兹的体内，给予了他致命的一击。强大的小奥兹终于倒下了，艾斯瞪圆了眼睛，发出哀嚎。白胡子眼看自己旗下优员猛将被干掉，怒火中烧。一个巨人海军十分不识相的从背后偷袭白胡子，白胡子一招震碎了他的巨斧，接着一把掐住他的脑袋，将他摁倒在地，瞬间震碎了他的头盔和头骨。接着白胡子一声令下，海贼们踏着小奥兹的尸体攻入马林凡多的湾内区域，与中心地带的海军展开厮杀。另一边，科比和贝鲁梅伯恐惧到了极点，转身跑出战场准备当逃兵，结果二人在马林凡多居民区眼睁睁地看到另一个逃兵被赤犬的岩浆化为灰烬，向前也是死，向后也是死。科比和贝鲁梅伯只好重新回到战场，伺机作战。白胡子麾下海贼冰之魔女怀迪贝驾驶的破冰船撞开了海军的围墙，为海贼们侵入湾内打开另一条通道。而另一边，已经攻入湾内的白胡子13番队队长水牛阿特摩斯对上了七武海多弗朗明哥。阿特摩斯一刀劈向明哥的脑袋，刀子在空中却突然定住，身体不受控制的被束缚在原地，动弹不得。其他海贼赶来支援，多弗朗明哥操控阿特摩斯对同伴展开攻击。属下向元帅战国报告了战况，海贼们从两边侵入了湾内。战国听完脸上十分平静，因为他早就计划好了另一个作战行动。随即战国联络了本部中将贺，时机成熟，作战开始。海军的计划是无视原作战规则，提前对艾斯进行处刑。卡普知晓艾斯即将被处死，来到处刑台上，坐在艾斯的身边，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刻。当年卡普竭力培养艾斯和路飞成为海军，没想到兄弟俩都做上了海贼。如今看着自己的孙子马上要被处死，卡普由于立场的关系做不了任何事情，只能默默的流泪。突然海军看到马林凡多的正上方出现了一艘军舰的影子，那是什么？难道是白胡子海贼团的突然袭击？随着军舰身影越来越近，海军们听到上面传来许多人的惨叫声，其中一个戴草帽的身影，在场所有的人对他都有很深的印象，那就是曾经挑战世界政府，不久之前又在香波地群岛干翻了天龙人的问题新人草帽路飞。路飞营救小组终于赶到了，时间回到路飞等人从马林凡多正上方坠落的几十分钟之前。路飞一行人在赶往马林凡多的行程中，海浪受到白胡子能力的影响，巨大的浪花从军舰的后方袭来。这种规模的海啸，如果正面击中军舰，必然瞬间将军舰报废掉。慎平急中生智，命令众人立刻收帆，抓紧船体。接着他熟练地操控船舵，让船顺着海浪的力量乘上浪峰，带着众人避开了海浪打击。就在海浪推动军舰以极快的速度向前突进时，海浪突然冻结，时间仿佛瞬间静止。众人向下面一看，他们正处在马林凡多的正上方，而马林凡多此时已经打响了顶上战争。白胡子海贼团与海军正在激烈厮杀。
这时，军舰上的电话筒突然响起，是海军总部向全员通报的作战通知。海军将执行一项秘密作战计划，而在作战计划准备就绪后，海军要提前对艾斯处刑。路飞听到此消息，立刻展开行动，以克洛克达尔、伊万科夫等人一起击打冰层，准备将军舰拉出来，顺着冰冻的海浪滑到马雷凡多的战场。战国故技重施，向全员通报了路飞是革命军龙的儿子，世界最坏的坏蛋，激起海军们的仇恨。海贼们一听路飞居然有这个背景，全都吓了一跳。汉库克脸色一红，即使路飞是大坏蛋的儿子，自己也依然对他倾心。路飞跳起来，使用3档军人回旋弹，将阻挡自己的军人海兵一招击倒，瞬间点燃了所有海贼的激情。战国煽动仇恨这一招不仅没有奏效，反而让路飞瞬间聚拢人气，让白胡子对他更信赖。他特意交代马尔科保护路飞，别让他死掉。白胡子的队长们突然被路飞吸引过来，不自觉地掩护路飞向出行台奔去。海贼们都震惊了，七武海暴君熊光是一个就已经让人很头疼了，这么多的大熊站在那儿，这仗是没法打了。且不说这些人间兵器的战斗力如何，就看一大群暴君熊站在那儿的气势，已经让人畏惧3分。这就是世界政府顶尖的科学家贝加庞克的尖端技术，他将研发出来的人间兵器作为海军战斗力输送到世界各地区处理各种事务。和平主义者战队带头的是战逃丸，用电话筒向黄猿报告了情况。原本的作战计划是和平主义者将海贼们包围到湾内，一举歼灭。但现在海贼们依旧十分分散，很难短时间内摆平。海贼这边通过战逃丸的汇报，猜出了海军们的作战计划，先释放出对艾斯提前出行的消息，让海贼们急躁起来。接着，海军们再缓缓向湾内撤退，引诱海贼们深入，最后再用和平主义者进行外围夹击，把海贼们包围在湾内进行集中歼灭。白胡子早就看穿了海军们故意在引诱大家深入这个计谋，于是让众人们分散出去，攻击周围的军舰，避免被海军包围的悲剧。战国观察了场上状况，下令继续对白胡子麾下的海贼进行攻击，先干掉外围网的海贼，再逐个打击。战逃丸得到命令后，指挥和平主义者进攻。一大群暴君熊造型各异，从嘴里或手中发射光波，对海贼群进行无差别轰炸，就连海军和军舰也不放过。白胡子当即大喝一声，命令手下的海贼们向广场内猛攻。马尔科带队向广场内的海军发起进攻，反正退路都已经被和平主义者堵死了，干脆就直接攻到出行台之下就可以了。海贼们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咆哮着向海军与和平主义者杀去。战国将海军们调回广场进行攻防战，迎面有海军，背后有和平主义者，场面十分热闹。比斯塔这边和鹰眼依旧打得难分难解，互相试探之后，比斯塔使用蔷薇乱舞攻向鹰眼，鹰眼则甩出刀锋回击，双方打得十分焦灼，或者说都没有使出全力，只是象征性的过了几招。鹰眼兴致全无，提出来终止比试，二人达成共识，各自离开。战场外面，香波地群岛，记者和平民们通过转播信号密切关注战况，然而信号突然戛然而止，除了中间的大屏幕，其他的画面陷入黑暗。接下来，海军将要对海贼实行最为惨绝的作战行动——包围墙壁。此包围战术一启动，这些海贼将会和艾斯一起被一网打尽。路飞宛如一只灵巧的松鼠，在战场上上蹿下跳，悄悄地向出行台靠近。突然，一阵闪光袭来，光芒之后，黄猿站在了路飞的面前。接着，黄猿对路飞踢出了颇为争议的一脚，这一脚到底是救了路飞，还是伤了路飞，至今仍然是个谜。顺平在不远处接住了被踢过来的路飞，有大将挡在前面，加上体力不支，路飞的士气大减。这时，白胡子的几个队长站在路飞前面，一边鼓励路飞，一边给他做开路先锋。海军这边下达了撤退命令，退守广场等待时机。斯莫格不再和汉库克纠缠，转身与达斯奇一起回防。汉库克心里十分担心路飞，期盼着路飞能救出哥哥。战国焦急地等待着所有隐形电话虫切断信号，实施包围作战。但是有一只隐形电话虫的信号始终没有切断，而这只隐形电话虫始终没有找到，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战场的角落上，巴基团队霸占唯一的隐形电话虫，对巴基进行全方位包装，360度无死角拍摄，疯狂宣传巴基的先进事迹和光辉形象。战国都要气炸了，赶紧派人出去抢回隐形电话虫。香波地群岛记者和民众更生气，大家聚在一起是想看现场战况的，不是看巴基个人屏幕秀。众人愤怒的指标脏话。白胡子身边消失了许久的斯库亚德终于露面，他神色僵硬，举止怪异，说了一堆奇怪的话之后，突然拔刀刺进白胡子的身体。斯库亚德此举震惊现场所有人，
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战斗，惊呆地看向白胡子这边。巴基小队的影像电话中无意中将这一幕拍摄下来，直播给了全世界。白胡子居然被人刺杀了，而且刺杀者是他麾下的海贼团船长。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为什么一向忠心耿耿的斯库亚德会对白胡子刀刃相向？马尔科远远地看到这一幕，俯冲下来，一脚将斯库亚德踢倒在地，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斯库亚德不服不忿，告诉马尔科，这一切都是被他们逼的。时间回到几十分钟之前，斯库亚德在战场角落里遇到了海军大将赤犬。赤犬告诉斯库亚德，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胡子海贼团和海军的阴谋。艾斯是海贼王罗杰的儿子，这样战争的局势，海军高层中早就有了定论，白胡子和艾斯都不会死，而他们这些欺压的海贼团会成为牺牲品。斯库亚德起先并不相信赤犬的话，赤犬却让他静静地看着。接下来，海军的包围圈只有白胡子海贼团不会受到攻击，其他麾下的海贼团都是海军打击的对象。斯库亚德一看，果然如赤犬所言，海军战术上并没有对白胡子的人出手，和平主义者攻击的只有那些麾下的海贼。赤犬继续给斯库亚德洗脑，只要能帮助他们海军刺杀白胡子，海军保他们海贼团安全离开。斯库亚德震惊之余有些心动，于是就有了这些行为。斯库亚德将自己发现的这个惊人秘密大声传达给了其他海贼。海贼们都很震惊，军心大乱，所有人无心战斗，等着白胡子一个交代。斯库亚德刺伤了白胡子，早已做好了被干掉的准备。他站在白胡子面前，无所畏惧。白胡子巨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地跪倒，他静静地听完斯库亚德说的话，沉默了半晌，面露悲伤。他千算万算，没想到战国居然还有策反这一招。克洛克达尔突然勃然大怒，他最想杀的就是白胡子，但是没想到白胡子现在居然这么虚弱，让人失望。这也是马尔科最担心的事情，以斯库亚德这种级别的实力，怎么可能偷袭得了白胡子？就算是亲信，也无法暗算白胡子。现在的白胡子已经病魔缠身，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反应能力越来越下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白胡子挣扎着站起身，突然出手将斯库亚德抱在怀里。他并没有怪罪斯库亚德，因为他很清楚斯库亚德的忠诚，一定是有人暗中唆使。白胡子旗下的很多海贼团对罗杰恨之入骨，不过不能因为对罗杰的憎恨就要抛弃艾斯。在白胡子眼中，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儿子，不分贵贱，不讲身份，他们所有的生命和艾斯一样重要。今天被海军抓起来的人不是艾斯，而是别人，白胡子也会动用一切力量和海军总部为敌。白胡子的一番话让斯库亚德颇为震惊，他没想到触怒了白胡子，白胡子不但没有杀他，反而依然将他视为己出。一瞬间，悔恨和懊恼涌入心头。白胡子站起身来，暴怒出拳，将两边冻结的海浪瞬间击碎，给海贼们打开了一条退路。接着，白胡子提起纵云切，跳下莫比迪克号，冲向海军。战国立刻下令全员戒备，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要动手了。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从巨型海贼船上纵身跃下，开始发飙了。前排的海军吓得当场愣在原地。白胡子举起大刀纵云切，指向出行台，微微一笑，身后的海贼们便嚎叫着向出行台冲去。海军立刻用重炮还击，白胡子一拳冲过去，利用真正果实的能力将炮弹怼了回去，击垮了海军的炮台。海军总部内部，终极围剿战术包围壁已经启动，但是由于城市制造出来的冰层太厚，包围壁无法及时发挥作用，这样一耽误，海贼们已经大范围突进，海军失去了最佳的作战时机。另一边，斯库亚德沉浸在对白胡子的惭愧和内疚中无法自拔，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不断的自责。战国不愧为智将，这一招反间计十分奏效，但是错误已经犯下，再怎么自责似乎都没有用了。马尔科看到斯库亚德悲痛不已的样子，于心不忍，走上前来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光哭就能报仇吗？海军的反间计使得白胡子受了伤，彻底激怒了白胡子海贼团的船员，大家愤怒地吼叫着冲向海军的阵营之中。海军这边象征性的射击一阵后，迅速回撤到了总部要塞里。这一奇怪的举动被慎平和伊万科夫看在眼中，二人作战经验很丰富，一看海军的这个动作就知道肯定又有阴谋。战国这边本来计划得很好，包围海贼的时间掐得很准，但是因为冰层意外的厚，导致作战计划无法按时进行。元帅战国很不爽，属下一看老大脸色变了，赶紧拼死阻拦海贼。海军本部中将巨人族约翰从后方跳出来，拿起巨型战刀冲进海贼堆里猛砍，大刀宛如收割机一般，所到之处一片哀嚎。中将约翰越打越猛，结果上了头，举刀砍向白胡子。白胡子单手举起纵云切，轻松将约翰扛了下来，接着手臂轻松一甩，就将巨人给甩开。
白胡子放下作用一切，双手抓住空气，一个猛踹，整个马林凡多倾斜过来。白胡子凭借一己之力撼动了整个岛屿。若是再早10年，恐怕白胡子一人就能掀翻整个海军总部。岛上的海贼和海军们被掀翻在地，海贼们大叫着躲开白胡子。毕竟这种力量已经不是地震那么简单了，靠得太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路飞在随着倾斜的岛屿跌倒的瞬间，看到了真正恐怖的一幕。不只是马林凡多的岛屿，整个马林凡多的海域都被白胡子掀翻，海面被分成了若干个平面，仿佛被人用刀子整齐地切开过一般。天空中乌云压城，强大的压迫感仿佛要压垮整个大地。这种灾难性的力量让人倍感绝望。不愧是世界最强男人，弹指之间毁天灭地。马林凡多剧烈的倾斜，整个海军总部被看不见的力量割开了一道裂痕，房倒屋塌。不仅如此，马林凡多的冰层也随即开裂，形成一道道深壑。路飞一个脚下不稳，跌入裂缝之中，他伸长手臂去抓悬崖边缘，慎平扑过来，一把抓住路飞，把他救了出来。一阵混乱之后，终于恢复了常态。大家定睛一看，海军总部的一栋建筑直接被摧毁了。海军中将约翰还想继续挑战白胡子，白胡子跳起来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个震荡拳，不仅将约翰击飞，冲击波直接冲到了出行台前，眼看就要将出行台摧毁。突然一阵爆炸，白胡子的冲击波被人轻松化解。众人向出行台看过去，站在出行台前方的正是海军3大最高战力3大将，3人合力化解了白胡子的冲击波。乔兹站出来，带领手下向出行台猛冲，这是白胡子制造的好机会，决定不能浪费了。战鼓看着海贼们激情再燃，而包围臂还没有启动，气得直咬牙，交代手下就算把全岛的能源调过来，也一定要将包围臂启动。海军领命后，调动了所有能源，以最大功率启动包围臂。海军包围臂终于撞破了冰层，成功启动。真正的铜墙铁壁将海贼包围在马林凡多的内湾。包围臂上装备着重炮以及炮口，不明材质的外壳可以抵御一切的攻击。大多数海贼还处在懵逼中，海军已经准备好做最后的进攻了。无数门大炮由炮口伸出来，瞄准了内湾。众人在绝望之际看到一条光明大道，有一处包围臂被小奥兹巨大的身躯压在底下，无法顺利启动。只要众人顺着小奥兹的身体进攻，就有机会突围。不过战功还有 B 计划，他唤出赤犬，赤犬一招流星火山将岩浆打向天空。昏暗的天空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突然无数个岩浆流星从乌云中降下，岩浆打在湾内的冰层上，冰层迅速融化。攻上湾内的海贼们很快失去了落脚点，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由于包围臂的作用，海贼们被死死地困在了湾内。赤犬的攻击将外围的海贼船也一并摧毁，海贼们被切了前路，断了后路，濒临绝境。而包围臂上的重炮同时一起发射，猛攻湾内的海贼们。另一边，和平主义者也围了过来，无数激光波攻过来，将海贼们打散。大家成了真正的梦中之鳖。白胡子对准包围臂冲出一拳，然而即便猛如白胡子，依旧只在包围臂上打出了一个深深的坑洼，包围臂依然耸立在那里。看来海军的包围臂不是一般的钢铁铸成，连白胡子都无计可施。赤犬的攻击直接将白胡子的战船莫比迪克号摧毁，这似乎也预示着白胡子即将迎来自己的生命终结，他已经没有船返回新世界了。白胡子海贼团被困死在包围臂内，海军的目的已经达成一半了，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关键人物艾斯。战国用广播对全员宣布，立刻对艾斯进行，不得耽误。路飞一听这样，跳起来就冲。现在能突破包围圈的道路只有一个，就是小奥兹用身体筑出来的通道。路飞带着所有的海贼向这个唯一的通道奔去，而海军早已在这里做好埋伏。海贼刚一接近，这边就是炮火连天，哀嚎不断。路飞无视猛烈炮火，咬紧牙关向小奥兹方向狂奔。一个炮弹击过来，打碎了路飞脚下的冰层，将路飞打入水中。在海贼们正被海军的火力压制的关键时刻，小奥兹突然苏醒过来，他低吼着艾斯的名字，将巨大的手掌伸向艾斯。海军一看小奥兹居然醒了，那还了得，集中火力对着小奥兹猛攻。小奥兹生命力十分顽强，正面承受了海军的火力之后，依然屹立不倒。海军大将黄猿看不下去了，准备亲自动手了结小奥兹。然而此时突然降下一股海流，冲刷到了黄猿的面前。慎平用海流过肩摔，将海流连同路飞一起送到了3大将的面前。路飞手捧一根粗壮的鬼竿，落地之后直接将鬼竿甩向3大将的脸，大喊一声：“把艾斯还给我！”白胡子看到路飞的举动后，立刻指挥手下借此机会向海军发起偷袭进攻。路飞正面硬刚3大将，然后3大将根本没心情和这个新人出手。路飞虚晃一招，接着2打闪现到3人身后，直奔出行台。黄猿利用自己的光速挡在路飞前面，一脚踢中路飞的面门，将他踢飞。
战国已经对刽子手下达了立即出行的命令，路飞已经无法赶过去，只能焦急的大喊。突然，两道杀刃由出行台下刺了上来，将两名刽子手击倒。大家定睛一看，来者是前王下七武海老沙。本来老沙与白胡子有些仇恨，海军并没有将老沙列入威胁之中。没想到老沙居然在关键时刻出手帮白胡子一把，救了艾斯一命。老沙出手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想看到海军得意洋洋的样子。七武海多弗朗明哥从人群中走出来，突然出手砍了老沙的脑袋，但是他十分给面子的没有使用霸气。先前多弗朗明哥提出和老沙联手，老沙居然一点面子不给，明哥脸上有点过不去。二人对峙几秒，突然互相出手，站在一起。海军们从老沙和明哥的交手之中回过神来，一起围剿路飞。路飞灵活地躲过海军的攻击，接着左右开弓，将一众海军打翻在地。海军校级人物根本不是路飞的对手，路飞的攻击已经可以轻松破开海军的六式铁块。三大将眼见手下被一个新人打得节节败退，实在太过丢脸，准备亲自出手迎战。青雉率先出手，射出一道冰锥，刺中路飞的胳膊。路飞倒地后，青雉站在路飞面前，拔出冰锥继续刺。远处的女帝眼看这一幕，急得奔了过来，打算和大将开战。然而有一个人比女帝快了一步，不死鸟马尔克俯冲过来，一脚踢断了青雉的冰锥，顺便打退青雉。海军通报，已经有3个人成功越过了包围壁，入侵到了马林凡多的广场。此时梅瑟斯瑞正悄悄躲在海军的基地里，听到通报后吓了一哆嗦。眼下马林凡多内湾已经被那些怪物们变成了人间地狱，继续待下去必死无疑。后退的路还被海军封死了，想活命只能混入海军基地，这里远离战场，暂时安全。但是海军的大搜查就要开始了，自己该躲到哪里去呢？这时有海军带着候补刽子手路过，梅瑟斯瑞看着刽子手的背影，计上心来。港湾内由于赤井的攻击，湾内大部分的冰层已被融化，海贼们失去了落脚点，只能破釜沉舟的拼命的向马林凡多广场游过去。海军立刻组织人手对湾内的海贼们进行炮击，战况十分惨烈。这时另一艘镀膜船由海底前进，进入湾内后突然上浮，载着落水的海贼们直奔广场。海军们赶紧调集大炮猛攻海贼船。战国发现有点不对，这艘船明显是冲着小奥兹而去，而小奥兹正占据着通向马林凡多广场的重要入口。战国当即下令所有人员攻击小奥兹。不过当海军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尚晚。轮船来到小奥兹身前，小奥兹抓起轮船，一声咆哮，直接将轮船送进了内陆广场。海贼们得以完成了第一波突进。海军们的猛烈火力将最后一口气的小奥兹打倒。白胡子怒了，跳下海贼船，挥起纵云切，将一众海军击飞。有了白胡子的开场，其余队长们也纷纷到齐，磨刀拔剑，准备最后的血战。白胡子大吼一声，消灭海军，救出艾斯。全员响应，喊杀声一片。战国见状，招呼一声卡普，两位海军老将准备动手了。白胡子再次举起战刀，刀刃上凝聚着阵阵果实的震动波。青雉见状，立刻起身拦截，用冰冻能力将白胡子整个冻住。然而冰封住的白胡子面不改色，双眼透出杀意。接着冰块破裂，青雉再次跳跃起来，冰冻招式完成。但是白胡子先了一手，用纵云切将青雉的身体刺穿。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堂堂海军大将就这么被秒了。青雉紧紧盯着白胡子，冷酷地说：“别傻了。”这个地方二人的过招颇具争议，但结合2年后卡塔库里的战斗，可以得知青雉应该是用见闻色霸气预判了白胡子的攻击，提前将身体元素化，躲开了致命一招。接着青雉使用2级矛对准白胡子的脑袋，然而此时突然从一边冲过来一个身影，青雉用冰冻技能将自己保护起来。但是乔兹使用了霸气加上自身果实能力，将青雉的冰冻铠甲撞碎，撞伤了自然系的青雉。路飞这边正继续奋力地向出行台跑，这一路下来，路飞一直在跑，但出行台似乎十分遥远。中将无鼠提刀杀了过来，路飞被砍翻在地，无鼠用 T 继续攻击，路飞全身疲惫，已经无法灵活使用2档。另一名中将趁机冲过来，用纸枪将路飞戳倒。虽然路飞是个新人海贼，但十分顽强，也很勇敢。无数中将给了路飞很高的评价。路飞艰难地爬起身，黄烟的光波随即打了过来，一阵爆炸，路飞再次被打倒。卡普眼见自己的孙子被海军暴虐，气得浑身直哆嗦。一边的战国早就觉察到了卡普的异常，警告查普认清自己的立场。
黄岩走到了虚弱的路飞面前，再次踢出了颇具争议的一脚。这一脚直接将路飞踢向了白胡子这边，仿佛在暗示路飞战场太危险，你还是待在强者身边吧。这时慎平和伊万科夫终于翻越了包围壁，赶到了广场内部，但是路飞已经支撑不住，晕了过去。白胡子将路飞交给传译，自己走上前来，举起大刀，露出带着杀意的笑容。海军们为之一抖，这等气魄，谁敢上前阻拦？白胡子将大刀挥舞起来，又是一阵爆炸。烟雾之后，赤犬窜了出来，用脚挡住了白胡子的大刀。赤犬一招岩浆拳打了过来，白胡子一拳打回去，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气浪掀起了一阵阵爆炸。另一边，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们正和七武海海军混战正酣。不过让海军头疼的是，七武海汉库克一直在无差别攻击，不仅攻击海贼，连海军也不放过。但是汉库克的目标很简单，只要能到达路飞的身边就可以了。汉库克使用俘获之剑，将挡在自己前面的海军海贼全部石化，给自己开路。越来越多的海贼入侵到了马林凡多的广场，战场上一片混乱。战涛丸指挥和平主义者加入混战，这种场面伤到自己人也没办法了。和平主义者立刻展开进攻，光波乱飞，四处都是爆炸声。马尔科趁着战场一片混乱，直接变成凤凰状态，飞向出行台。只要能登上出行台，就可以救出艾斯。卡普在一边痛苦的纠结，如果放任马尔科过来，自己的孙子就不至于被处死。但是自己是海军，怎么能放过海贼？在马尔科即将登顶的时候，卡普从出行台上跳起身，一拳将马尔科击落，惊到了出行台下的海贼。传说中的英雄海军卡普出手了。卡普击落马尔科之后，稳坐在出行台下的座位上。有了卡普的坐镇，作战的海军们士气大增。20年前与海贼王罗杰交锋无数次，闻名天下的海军曾经和战国一起与传说级人物金狮子激战，将金狮子关入推进城。白胡子大吼一声：“别被这老头的名号唬住了，他只不过是个老兵而已。”赤犬一招犬齿红莲击向白胡子。卡普老了，你白胡子不也一样老了？白胡子一刀将赤犬的岩浆弹开，击倒了一片海军。艾斯面对战场上无数个为了救出自己拼了命的伙伴，突然想起自己的身世，低头痛哭。战场上，路飞挣扎着抓住伊万科夫的脚腕，请求伊万科夫给自己再来一针荷尔蒙。然而，这种超越身体极限的荷尔蒙代价非常大。荷尔蒙本身不具备治疗伤口和恢复体能的作用，只不过是刺激神经，消除疲惫感。路飞本来就已经伤痕累累，体力不支，强迫身体亢奋起来继续战斗，后果将很严重。但是路飞为了救出艾斯，顾不得那么多。如果在这样的战场上，因为自己无法参与战斗而导致没有救出艾斯，自己也要跟着去死。伊万科夫想阻止路飞干傻事儿，但是看到路飞如此坚决，伊万科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铤而走险，赌上一把，第二次给路飞注射肾上腺荷尔蒙。路飞站起身，只感觉全身血液沸腾起来，无数的力量从心脏涌出。路飞大吼一声，正前方出行台上，艾斯眼见自己的弟弟一次次受伤又爬起来，惊得瞪大眼睛。躲在一边的科比听到路飞的吼声也吃了一惊，他想起来自己曾经和路飞的诺言，成为海军大将，成为一个可以和路飞匹敌的强者。科比眼见路飞越来越强，他咬咬牙，虽然路飞是他的朋友，他也希望路飞救出哥哥，但身为海兵，他一定要在这场战争中站好自己的立场，阻止路飞。科比不顾贝鲁梅伯的阻止，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白胡子一招击退了赤犬，突然身体一阵剧痛，跪倒在地，吐出一口鲜血。现在的白胡子可以说是年迈体衰，百病缠身，再厉害的男人终究是血肉之躯。赤犬准备趁机重创白胡子，马尔科立即赶过来迎战赤犬，但是白胡子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其他船员，队长们注意力被转移，频频露出失误。黄猿和青雉立刻做出反应，将主力队长马尔科和乔兹打伤。白胡子十分艰难地撑起身体，赤犬没给他恢复的机会，走上前来一拳打过去，滚烫的岩浆加上附带的霸气，直接击穿了白胡子的胸口。海军基地内部，梅瑟3成功乔装成了刽子手，与另一位刽子手一起登上出行台。路飞以折寿和透支身体为代价，注射第二针肾上腺亢奋荷尔蒙。此时他已经无暇顾及其他，救出艾斯这件事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路飞大吼一声，继续向出行台方向冲过去。海军们包围过来，围剿路飞。路飞一个前冲，将正前方的海军踢倒。有海军用绳子缠住路飞的脖子，将他拽翻。另一个海军提着短刀跳过来，准备了结了路飞。路飞将香蕉腿甩出去，踢飞前面的威胁，接着又把身边的海军干翻在地。
前面越来越多的海军包围过来。这时伊万科夫跳过来，用死亡媚眼将一大部分海兵解决掉。路飞在伊万科夫的协助下继续奔跑，前面烟雾中一个消失的身影站了出来。海兵科比前来报道，他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恐惧，勇敢地走出来阻止海贼路飞。一个踢，科比窜到路飞的面前，但是路飞先他一手，一拳打在他面门上，将他击倒。路飞来不及顾及科比，跳过他之后继续向前跑。这时有几道光波从旁边射了过来，和平主义者拦在路飞前面，憋了一口大招，准备给路飞来一下。关键时刻，汉库克跳了出来，拦在和平主义者前面。和平主义者检测到汉库克是秋海身份，停止了攻击。路飞道了一声谢，然后迅速离开。汉库克不断在脑海中回放路飞帅气的面庞，以及路飞呼唤自己的声音。就在汉库克沉浸在路飞充满磁性的声音中的时候，和平主义者机械的声音打断了汉库克的思绪。汉库克恼羞成怒，气得飞起一脚踢了和平主义者的脑袋。白胡子的胸口被赤犬硬生生开了一个大洞。马尔科见状，立刻赶过来支援。黄岩在后面用光波射击马尔科，马尔科化身凤凰重生，治愈了伤口。突然，一个黑影拦在了马尔科前面。海军本部中将鬼蜘蛛用变化出来的蜘蛛手抓住马尔科，接着给他套上了海楼式手铐。马尔科能力倍进，黄岩在后面连射数下击穿了马尔科的胸口。海军三大将的出手开始扭转局势，白胡子被伤，队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慎平也被海军困住。战国集合下令，全员一起取下白胡子首级。海军们纷纷操起武器一拥而上，白胡子身负重伤，无法立即反击，身上被海军捅了数刀。另一个海军跳起来对着白胡子的脑袋就是一炮，白胡子身体向后倾斜，眼看就要倒下。最后一刻，白胡子突然撤后一步，稳稳站住脚跟。老子可是白胡子，这些虾兵蟹将以为这样就能杀我？白胡子挥起纵云切，一刀砍在地面，将身边的海军击飞。不仅就近的海军被揍，远处的海军也受到这股力量的波及，卷入其中。但是这奋力一击让白胡子元气大伤。怪物也有极限的时候，战国命令手下不要退缩。海军们再次包围白胡子，白胡子微微一笑，在没有看到儿子们光明的未来之前，自己绝对不会倒下。慎平一把扯断身上的铁链，和队长们一起围在了白胡子左右，共同面对来势汹汹的海军。战国一看一时杀不了白胡子，不想再纠缠，直接下令干掉艾斯。艾斯一死，以目前白胡子的身体状况，必定急火攻心，不死也残了。白胡子向前走了几步，感觉眼前一阵眩晕，跪倒在地，他已经不行了。刽子手举起长刀，准备对艾斯处刑。路飞急了，眼见一切要功亏一篑，自己的哥哥就要死于刀下，情急之下爆发了霸王色霸气，震慑全场。这注定是路飞的高光时刻。路飞的霸王色将刽子手和普通的海军全部震晕，救下艾斯，让包括战国在内的海军高手们为之一惊。果然，路飞这种人不可留，此人潜力无限，留下这个活口，将来必是海军的心腹大患。对于霸王色霸气，路飞毫不知情。伊万科夫跟在路飞的身后，十分震惊。看来真是虎父无犬子，路飞是龙的儿子，有这种资质也是正常的。可是他自己居然还不知道，看来这种力量还在隐藏中。路飞爆发霸王色霸气，立刻引起了海军的警觉。总有一天，路飞会成为海军的威胁，一定要就此将他干掉。海军们立刻涌向路飞。白胡子见状，突然出手，一拳将海军们震倒在地。路飞这种潜力无限的年轻人，白胡子对他很看好，绝对不能让他折在这里。海军们转而攻下白胡子，队长们围拢过来支援，双方站在一起。白胡子怒吼一声，对全员发出命令，全体成员尽全力支援路飞。白胡子这一命令发出，震惊全场。一个毛头小子居然能够得到白胡子的认可和支持，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路飞一下子从一个普通的新人，成为了有白胡子海贼团支持的海贼。路飞身边突然集结了一群新世界的高手，海军们再想对路飞出手，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几名海军中将接连对路飞展开袭击，都被白胡子旗下的队长和海贼们拦截下来。不过这样一来，伤痕累累的白胡子身边就失去了护卫。白胡子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面对无数海军的围攻，白胡子将所有的一切赌在了路飞的身上。海军即刻转而猛攻白胡子，白胡子将大刀一挥，周围的海军全部被震飞。他看着路飞的背影，颇有感慨。他决定在路飞身上看一看这个时代未来的走向。路飞和伊万科夫继续向祝英台奔去，正前方阴暗挡住了二人的去路，手中的黑刀一挥，一道绿色刀锋袭来。路飞想躲开，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突然，梅瑟尔万跳到路飞的前面，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鹰眼的刀锋。鹰眼冲过来，一刀将梅瑟尔万打倒，转身追击逃走的路飞。这时，老沙从一边窜了出来，用手中的钩子拦下了鹰眼的大刀。有了这些是敌是友的人出手帮助，路飞成功突破了海军的包围。女帝一看，大家都帮助路飞，自己身为路飞未来的妻子，不出手怎么行？前方和平主义者排成一排，瞄准路飞，光波攻击，准备就绪。女帝乘着巨蛇赶过去，挡在和平主义者前面。和平主义者检测到汉库克七武海的身份，停下了攻击。和平主义者只会遵照程序，不会进行敌我识别。但是指挥官战涛丸看出了事情的不妙，身为七武海的汉库克为什么要阻止和平主义者？他一斧子砍下汉库克，汉库克灵活的跳开，鄙夷的看着战涛丸。眼前这个男人野蛮又迟钝，怎么可能明白如暴风骤雨般袭来的爱情呢？巴基眼见路飞在战场的表现越来越抢风头，嫉妒的直跺脚，立刻让手下拿来电话虫播放自己的英姿。可是电话虫已经被青雉冻住了，无法使用。手下将电话虫扔进了滚烫的海水里，结果电话虫解冻了。但是由于海水盐分过高，软体动物电话虫被海水浸过之后变得抽抽巴巴，毫无活力。巴基和手下奋力呼唤电话虫，电话虫睁眼一看，被巴基等人的嘴脸吓了一跳，立刻缩回到了壳里。白胡子和手下的人与海军激战一起，白胡子腹背受敌，甚平赶过来支援，守在白胡子身后对抗敌人。白胡子海团为路飞硬生生打开了一条通向出行台的道路。路飞向着出行台全力奔去，伊万科夫唤出了中毒后刚刚康复的闪电，闪电跳出来，用自己的能力将道路剪开，接着将剪下来的道路掀了起来，将其变成一条通向出行台的天梯，助路飞顺利登顶。海军在周围用大炮远程攻击，白胡和队长们立刻围在路飞四周，将炮弹拦截下来。海军再次涌上来，阻止路飞登上出行台。路飞使用战斧将挡在前面的海军打倒，接着向艾斯奔去。黄猿一看手下们太废，只好自己上前出手吧。他化成光粒子，但白胡子一刀砍在黄猿的幻影之上。黄猿面对白胡子不敢贸然出手，只好作罢。眼见路飞还有几十米就可以登顶救出艾斯了，突然一个身影由出行台下面窜了上来，挡在路飞的前面。卡普要坚持的是自己海军的立场，即使是自己的孙子，只要他们是海贼，自己就不能放过他们。卡普挡在路飞前面，大喝一声：“老夫可是海军中将，如果想过去，就踏过自己的尸体吧！”路飞大声祈求卡普，但卡普不为所动。这是路飞和艾斯两兄弟选择的道路，自己绝对不能退让。出现在前面的海军用大炮瞄准路飞，准备将路飞击落。汉库克立刻跳出来，用俘虏之剑将台下一群海军石化。其他海军跳出来大骂女帝不讲道义。汉库克眼看着海军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场，脑袋转了个弯，反过来质问海军：如果贸然攻击伤到了卡普中将怎么办？海军们一听这话，瞬间哑口无言。虽然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但是仔细想想，汉库克说的倒是也有几分道理。汉库克继续质问海军，可知道卡普中将是什么人？海军们被问得一愣。汉库克脸颊一红，羞涩地说：那可是自己的爷爷。如果自己和路飞结婚了，卡普自然就是自己的爷爷了。路飞一边焦急地奔向出行台，一边在脑海中回放着自己从小和爷爷相处的画面。这么多年过去了，卡普真的慢慢变老了。为了培养他成为海军，从小就对他进行艰苦的训练。如今他和艾斯走上了与爷爷所期望的完全相反的道路，卡普急得头发更显花白。路飞大叫着让卡普让开，卡普却十分坚定，如果路飞不对他出手，艾斯必死无疑。情急之下，路飞大开二档，卡普的重拳已经临近路飞的眉间。路飞一个闪现避开卡普的拳头，接着击出一拳正中卡普下巴，将卡普从天梯击落。这时天梯突然崩塌，路飞头也不回，脚踏一块块碎石，终于成功跳上了出行台，站到了艾斯的面前。兄弟俩对视片刻，相视一笑。路飞高兴地掏出汉沃克给他的钥匙 TS 解锁，然而由于太过兴奋，他居然忽视了旁边另一个危险的存在。海军最高首脑元帅战国就站在旁边看着呢。战国眼见兄弟俩当着自己的面开锁，也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瞬间化身成金光闪闪的巨大佛像。这就是战国的能力，动物系恶魔果实、幻兽种、人人果实、大佛形态，就连多数的海军都没有见过。兄弟俩被战国的这一形态都吓愣了，愣了几秒后，路飞立刻回过神，赶紧用钥匙开锁。黄猿见状，远程发射光波将钥匙打断，截断的钥匙掉在地上，惊醒了之前被路飞的霸王色霸气震晕的一个刽子手。刽子手揉着脑袋迷迷糊糊，路飞定睛一看，这不是梅瑟斯瑞吗？这时一阵杀气夹卷着飓风袭来，战国巨大的拳头马上就要砸下来了。路飞启用3档将自己膨胀成气球，梅瑟斯瑞使用蜡烛墙壁，用蜡烛将自己和艾斯包裹住。
战国的大斧拳头狠狠锤在路飞的身上，路飞直接被锤得泄了气，一口老血吐了出来。梅瑟斯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给了路飞一个神助攻，用蜡烛变出钥匙，隔空丢给路飞。让人敬佩的是，梅瑟斯瑞冒这么大的风险，伪装成刽子手来到战国的眼皮子底下，居然不是为了给自己保命，而是为了找机会帮助路飞救出艾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受到小风的感动。如果说我在这里有什么原因，那就是为了纪念同胞。海军看清出云台那边的状况后，立刻下令对准路飞和艾斯开炮。路飞拿到钥匙，迅速撬开艾斯的手铐。炮弹爆炸的烟雾中，一个由火焰构成的白胡子海贼团图案突然出现，接着一束火焰击穿了浓烟，喷射出来。火光缭绕中，艾斯与路飞、梅瑟斯瑞正稳稳立于其中。海贼们瞬间沸腾起来，千辛万苦终于达成了一个美满的结局。汉库克看着路飞成功了，不管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路飞高兴，自己就高兴了。最重要的是，路飞如果安全逃脱，就可以和自己结婚了。海军们准备第二轮炮击，艾斯由空中使出大招炎界火柱，一道火柱从天而降，冲到地面后爆炸开来，火焰如浪潮一样将周围的海军卷入其中。艾斯和路飞稳稳落地，梅瑟斯瑞则狠狠地摔在后面。爆炸后的火焰在三人四周形成了一个火拳。艾斯感慨道：“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路飞所救。”路飞自豪地哈哈大笑。火拳外面的海军们举起枪炮瞄准了三人，路飞用身体将子弹弹了回去，而艾斯是自然系，根本不怕子弹。既然用枪不行，海军改用刀近身攻击。艾斯按倒路飞，不爽地警告海军：“路飞是自己的弟弟，劝你们不要对他出手。”接着，艾斯一招火拳将海军掀翻。路飞启动二档，海军立刻用 T 回应，但是路飞的二档已经远远超过了 T 的速度，路飞瞬移躲开海军的攻击，接着用橡胶印章将海军打倒。艾斯这边用手指发射火枪，打得海军节节败退。有海军从身后偷袭艾斯，被路飞一脚踢飞。海军没想到兄弟二人居然这么强，打得他们心生畏惧。艾斯的得救让白胡子海贼团士气大增，喊杀声不断。海军有点慌了，立刻加派人手围困路飞和艾斯。只有把这两人困住，才能打击海贼们的士气，有机会赢得战局。路飞和艾斯反应很快，一见海军围了上来，立刻跳出包围圈跑路。艾斯反手一招火大魔，远程引爆火焰，重创支援的海军。路飞则用喷气机枪硬生生打开了一条逃生路。二人配合的天衣无缝，终于成功的逃出了海军的包围圈。二人正一边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一边回撤。这时一阵冷气从前面传来，海军大将青雉堵在二人前面。艾斯微微一笑，将路飞挡在自己的身后。对付青雉，当然得由自己出手了。青雉右手迅速结冰，进入战斗状态。艾斯用包裹全身的火焰回应，青雉使用爆之嘴，一只冰鸟从青雉的手中飞出。艾斯用火焰招式净火焰对抗，双方招式碰撞一起，发生剧烈的冲击波。火焰灼烧冰块产生的水汽，以及现场的烟雾效果，让二人的对决显得十分激烈。不过，由于恶魔果实的能力压制，青雉的招式很快被艾斯的净火焰吞噬，没有讨到半点便宜。青雉也不再继续出招，兄弟二人得以脱身。前面的海军都懵了，连海军大将都不是艾斯的对手，他们怎么还敢上前阻拦？这时赤犬站了出来，既然青雉不行，那就换自己上吧。论起果实能力压制，难道自己的岩浆还能打不过火焰吗？斯库亚德率领大窝蜘蛛海贼团，驾驶着拥有外轮的海贼船前来支援。斯库亚德对自己捅伤白胡子的事情耿耿于怀，为了赎罪，他决定牺牲自己给白胡子海贼团断后。白胡子看到后无奈地感叹了一声：“混小子！”接着突然出手，仅凭一只手臂将海贼船拦了下来。从始到终，白胡子赶到马林凡多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离开，要断后当然也是自己留下来。白胡子将宋云切重重立在地上，大吼一声：“听好了，白胡子海贼团的全体成员，现在是船长下达的最后命令，你们和我就此分别，所有的成员都要活着离开，平安回到新世界。我是旧时代的残党，新时代里没有能承载我的船。”白胡子说着，一招重拳击出，整个海军总部直接被震出一道巨大裂痕。白胡子拼尽自己最后的力量，给全体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送行。不要回首，时代在变化。当众人理解了白胡子的心意后，纷纷转身撤退。艾斯救出来了，再和海军纠缠下去没有必要。而且众人很清楚，就算是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够打赢海军，最多造成2败俱伤的局面。只有赶紧离开，才对得起白胡子舍下的性命。战国眼见白胡子的气势，感觉事情有些不妙。艾斯被困住的时候，白胡子会顾及艾斯的性命而压制自己的力量，不会贸然对海军总部出手。现在艾斯已经得救了，白胡子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此时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打算和马林凡多一起沉入海底。有了必死决心的白胡子，应该比任何时候都要可怕。香波地群岛的记者们还在苦苦等待着大战的转播，然而唯一一个能使用的电话虫却在巴基的手里。此时因为受到惊吓而躲在壳里不敢出来。
巴基手下的狂热粉们十分焦急，他们还想把巴基打败白胡子的飒爽英姿记录下来，转播给全世界呢。没想到阴阳电话虫这么不争气，巴基一听就慌了。白胡子眼看就要不行了，还能一拳锤爆半个海军总部，这种能力的人自己怎么可能打得过？巴基吓得鼻涕都要流下来了，以保护电话虫为由安抚手下。没想到事有巧合，电话虫被巴基的爱心感动，主动钻出来进行拍摄。从巴基的越狱到最后的声名显赫，一路过来，巴基都是一脸懵逼，完全是被自己四周的环境强行扭送到了传奇人物的队列里。艾斯与路飞终于逃出了海军的包围圈，但是艾斯面对自己昔日的恩人，完全无法抛弃他们不管。不过此时此刻别无他法，自己也知道自己帮助不了他，只有自己逃走，才不枉白胡子的牺牲。海军们前去围杀白胡子，艾斯从远处将海军击倒，火焰缭绕中，艾斯突然对着白胡子双膝下跪，算是做最后的道别。白胡子沉默良久，沉声喝道：“我问你，艾斯，做你的老爹，我可否合格？”艾斯突然泣不成声，哽咽的大叫：“当然了！”白胡子欣慰的大笑起来，如此答案，自己应该可以毫无遗憾的赴死了。告别了白胡子，艾斯与路飞二人跟随着海贼们的大部队迅速回撤。赤犬见状站了出来，艾斯和路飞这两个未来对海军威胁最大的人物，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赤犬一招岩浆拳打了出去，卷入无数海贼，然后大声对着海贼们逃跑的方向嘲讽白胡子。说到底，白胡子也不过是上一个时代的失败者而已。也许其他人能忍，但是艾斯听到这样的话绝对忍不了。在他眼中，白胡子永远可以与罗杰齐名，是一个最有可能成为海贼王的人物。明知道这是赤犬的激将法，艾斯还是毅然决然地停下脚步，转过身，为了捍卫白胡子的尊严，他要和赤犬决斗。赤犬一见这招奏效，骂白胡子骂得更加起劲儿了。艾斯沉着脸向赤犬走来，大吼一声：“白胡子是创造这个时代的人物，这个时代名为白胡子。”艾斯一招火拳打向赤犬，赤犬用岩浆拳加以回应。二人拳头对决后，艾斯被放倒，拳头受了灼伤。路飞上前想要帮助艾斯，结果自己的身体由于过于高负荷运作，已经到达极限，不受控制的跪倒。路飞手中艾斯的生命卡飞了出去，赤犬一看有破绽，直接跳过艾斯，一拳打向路飞。危急时刻，艾斯挺身而出，挡在路飞的身后，鲜血飞溅，艾斯脖子上的珠子散落一地。赤犬的岩浆拳击穿了艾斯的胸口。艾斯替路飞挡下赤犬的致命一击，在路飞的眼前直接被赤犬击穿了胸膛。路飞失手丢在地上的艾斯生命卡迅速缩小，马尔科等人不断呼唤艾斯的名字。白胡子听见声音，转过身，看到这一幕后，惊得瞪大了双眼。其他的海贼们反应过来之后，全起而攻之，对赤犬发起攻击。然而这种枪炮攻击怎么可能对自然系的赤犬有效呢？一阵猛烈爆炸之后，赤犬从火焰之中慢慢走出来，站到了已经惊呆的路飞面前，突然举起拳头，准备对还留有一口气的艾斯下死手。白胡子见此，从远处出拳袭击赤犬，但是他的拳头还没有打出去，就被一边的黄猿用光波打穿了手臂。赤犬手臂上爆发出岩浆，一拳推向艾斯。慎平一个箭步冲上来，挡在艾斯身后，用自己的手掌拦下了赤犬的攻击。赤犬满脸嚣张，威胁慎平道：“你可是原王下七武海，知道我的实力的。”猛将慎平毫无惧色，大吼一声：“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两人的对峙并没有持续多久，慎平的双手就被滚烫的岩浆灼伤了。赤犬再次举起拳头，准备将慎平一起抹杀。慎平眼看就要招架不住，幸运的是，此时马尔科的海螺石手铐已经被打开，与花剑比斯塔一起越过慎平，攻击赤犬。当艾斯的身体被赤犬击穿的那一刻，后面的卡普就已经坐不住了。虽然知道身为头号犯人的艾斯不可能活着离开，但卡普依然无法接受艾斯死在自己面前这件事。他浑身颤抖，怒气条爆满，死死咬着牙根走向赤犬。战国发现卡普有点不对劲儿，立刻冲上来将卡普按倒在地，质问卡普：“你疯了吗？”卡普告诉战国，如果不把他摁住，他就会当场杀了赤犬。此时艾斯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他瘫在路飞的身上，有气无力地诉说自己的难过。路飞历尽千辛万苦，拼了命地来到马林凡多，结果自己还是没能逃过此劫。路飞完全不能相信艾斯就这样死去，祈求周围的人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艾斯疗伤。然而不论是传医还是奇迹之人伊万科夫，都只能沉默地摇摇头。艾斯的内脏都已经被烧坏了，无论什么灵丹妙药也已经回天无力。艾斯最后与路飞说了一句话，感谢所有的伙伴对无药可救的自己如此厚爱。接着艾斯手臂一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生命卡随之燃烧殆尽。
路飞在几秒钟大脑空白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哥哥已经没了，仰面朝天嚎啕大哭。接着他突然失去了声音，由于悲伤过度，陷入精神崩溃之中。白胡子远远地站着，没有亲眼看见艾斯走完生命最后一刻。然而战场上此起彼伏的哭声，他却清晰地听在耳中。他眉头一皱，沉默地流下眼泪。然而战争还没有结束，赤犬看到路飞精神崩溃，失去行动能力，立刻化身为岩浆冲向路飞。马尔科蓝色火焰随即赶到，拦下赤犬，给慎平争取了救走路飞的时间。路飞的生命是艾斯的意志，绝对不能让路飞也死在这里，必须代替艾斯护送路飞活着离开。其他海贼受到马尔科的鼓舞，擦干了眼泪，纷纷举起刀枪。赤犬愤怒一击，弹开马尔科，接着带着浓浓的杀意追杀慎平和路飞。但是有一个人比他的杀气还要更重。白胡子将纵云切重重地杵在地上，霸气加上杀气将赤犬威慑住，愣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接着白胡子瞪圆了双眼，对准赤犬的脑袋就是一拳，将赤犬的脑袋狠狠砸在地面，霸气加上真正果实的能力，将赤犬整个砸进了地底。白胡子发怒了，他跳到空中，一个空中斩杀，赤犬向旁边一滚，躲过致命一击。接着白胡子提着大刀冲过来，举刀就砍，赤犬再次堪堪躲过，然后向白胡子发射岩浆拳。白胡子用拳头弹开赤犬的攻击，赤犬冲过去与白胡子近距离对拳，白胡子单手拳头将赤犬锤翻。白胡子追杀过来，赤犬情急之下使出大招鸣狗，在白胡子伤口上面又烧开了一个大洞。白胡子受不住攻击，跪倒在地，神志模糊之时，白胡子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艾斯的笑脸，瞬间如同一记重锤打在身上。白胡子一把抓住赤犬，将他整个拎了起来，接着将他抛向空中。在赤犬坠落之际，白胡子一招震荡拳击中赤犬腰部，赤犬口吐鲜血倒在地上。这一拳满载着白胡子的愤怒和对艾斯的缅怀，威力之大，大地立刻破碎裂开，甚至几百米之外的房屋都被波及其中。海军总部的基地直接被撕开，随时都要坍塌。海军总部受到白胡子这一招，破碎的不成样子。真正果实造成的地震让海军总部裂开数块，地面塌陷，赤犬随着下陷的石块掉入深渊之中，岛上的人们几乎站都站不稳。随着地震左右摇摆，震荡持续良久，终于慢慢平复下来。然而这一招的威力正是白胡子有意为之，他利用地震造成的大地碎裂，把自己和其他白胡子海团的海贼们隔绝开，让自己和海军单独困在了马林凡多的内广场，自己肯定活不了了，当然要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其他人救出去。肚子都被赤犬的岩浆烧穿了，白胡子的战斗力依然如此之强，真可谓是怪物一样的人类。白胡子将手中的大刀一挥，沉声喝道：“我来做你们的对手！”海军们立刻蜂拥而上，白胡子转动纵云切，将一众海军放倒。悬崖的另一边，马尔科默默地看着白胡子拼杀的背影，沉默良久，眼泪从眼中慢慢滴落。马尔科仰天大叫一声：“全员登船！”其他队长也反应过来，立刻组织悲伤的船员登船撤退。海贼们将能用的船开入港湾内，大家互相搀扶，开始有秩序的撤退。马尔科默默地待在原地，动也不动。即便他无法将白胡子救出来，也要目送他最后一程。白胡子凭借一己之力，拖着身负重伤而且疾病缠身的身体，与数以万计的海军展开激烈的搏杀，而且一时间丝毫不落下风，当之无愧为世界最强男人。然而内广场这边还隐藏着另一伙海贼势力，一声阴险的尖笑在混乱的战场上显得格外的刺耳。雾气蒙蒙中，海军们看到了一个与海军总部的基地一般大的巨型人影，那就是著名的凶恶海贼巨大战舰圣胡安恶狼。不仅如此，在出行台的上方还站立着数个身影，为首的就是黑胡子马歇尔蒂蒂奇。除了他的原始几个成员之外，还新增了其他的成员，其中有恶政王巴勃罗皮萨罗、酒鬼巴克斯乔特、月牙猎人卡特琳娜戴鹏、原退役城看守长宇智溪流、黑胡子海贼团悉数到齐。黑胡子发出嚣张的大笑声，面露狰狞地看着白胡子，大声说道：“能在你死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老爹！”黑胡子海贼团突然来到，一下子打乱了海军对白胡子的围剿计划。一个白胡子海贼团就已经够海军受的了，再来一个实力强劲且满血满蓝满状态的恶人海贼团，海军真是很难再招架了。战国一见到宇智溪流，就知道推进城里怎么回事了。恐怕整个推进城此时已经翻了天。他大声质问溪流：“把麦哲伦怎么样了？”宇智溪流吐出一口烟，微微一笑：“我们能站在这里，不就是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吗？战国元帅。”
战国气得咬牙切齿。这时候属下来报，刚刚有一艘没有经过认证的军舰通过正义之门，到达了海军总部的海域。战国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黑胡子这群人搞的事情。然而他们是怎么穿过正义之门的呢？黑胡子海贼团的拉菲特哈哈一笑，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催眠之术，想打开正义之门太容易了。在黑胡子海贼团来到马林凡多之前，自己就已经催眠了控制室的海兵，只要看到军舰一律放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路飞等人乘坐的军舰也能顺利的通过正义之门了。战国是千算万算没有想到有黑胡子这个隐藏的威胁。黑胡子原本的目的就不是齐武海，只不过借齐武海之名到达推进城，招兵买马，壮大自己。他有更大的野心，那个野心就在新世界。与战国的谋略相比，黑胡子的诡计明显更胜一筹。最恐怖的是，没有人知道黑胡子打着什么算盘。就比如他这个时候来到马林凡多，真正的目的究竟为何？黑胡子阴险一笑，笑声中带着让人背脊发凉的得意。他下一个目的马上就要达成了。这时，一边的白胡子打破了黑胡子和战国的对峙。艾斯之所以会死，有一半以上的原因就是黑胡子。白胡子拉开身体，隔空震出一拳，冲击波直接摧毁了出行台和下面的看守台。一阵震动之后，黑胡子积极挡雨，从一片碎石瓦砾中站起身来，毫发无损。白胡子自年轻起就对宝藏和海贼王头衔没有兴趣，他只想找到一帮家人，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白胡子收纳同伴无数，只有黑胡子不配做自己的同伴，不配做自己的家人。被黑胡子杀死的萨奇最终的遗愿，此时就由自己来完成吧。杀了黑胡子，给萨奇队长祭旗。白胡子身后的断崖，另一半广场上站着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和骨干们。马尔科见到白胡子之后，也是痛恨的牙根直痒痒，化身凤凰准备飞过来参与战斗。白胡子大吼一声，任何人都不准出手。白胡子拉开架势，准备与黑胡子1对1决斗。黑胡子哈哈一笑，正好让白胡子见识见识自己暗暗果实的能力。但是黑胡子太过得意忘形，他根本没有见识过白胡子有多恐怖。黑胡子率先出手释放黑水，黑暗瞬间蔓延，吞噬了2人脚下的大地。接着黑胡子使出暗穴道，一阵黑色的龙卷风拔地而起。白胡子愣了一下，使用震动波攻击。黑胡子则用手中的黑暗物质应对，震动波触碰到了黑胡子手中的黑暗后，瞬间被吸收。接着黑胡子一拳击中白胡子的肚子，接连出拳将白胡子打退。暗暗果实可以吸收一切东西，甚至是恶魔果实的能力，所以白胡子在他面前已经用不了敌人那一招了。不过白胡子能够称霸新世界，靠的可不是真正果实。白胡子将手中的纵云切向空中一丢，随即连出几拳，手中的震动波都被黑胡子全部吸收。突然白胡子出手接住纵云切，一刀将黑胡子斩伤。黑胡子倒在地上，暗暗果实带来的副作用让他需要承受数倍的疼痛。黑胡子疼得哇哇大叫。白胡子冲上前，用脚和刀封住了黑胡子的行动，然后插住黑胡子的脑袋，一记震动波打出来，大地瞬间被撕开，直接重创了黑胡子。但是反派一般生命力都出奇的强，黑胡子顽强地站起身，满脸是血，浑身是伤，奄奄一息的白胡子无力连续攻击，但他气势依旧不减，浑身杀气宛如修罗一般站在黑胡子面前。黑胡子彻底畏惧了，赶快呼唤旁边看热闹的同伴赶来支援。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们一起攻击，刀子和手枪不断向白胡子身上招呼。黑胡子瘫倒在地，疯狂向白胡子射击，直到子弹都打空了，黑胡子依旧不肯罢休。白胡子的恐怖让他心有余悸，他不敢再冒险接近白胡子。白胡子在意识完全消失之前，说出了一番惊动所有人的话：罗杰等待的人绝对不会是黑胡子地奇。当罗杰的宝藏被发现的时候，世界将会翻天覆地。战国以及他身后的世界政府就是在恐惧这一天的到来。然而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罗杰的宝藏终究会有人找到。One Piece 是存在的。说完这番话后，白胡子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身体如同一座小山巍然不动。世界最强的男人白胡子终于战死了。爱德华·纽盖特享年72岁，曾经在这片大海上与海贼王罗杰不相上下的男人，如今在顶上战争中光荣战死，满身疮痍却雄姿凌人。据统计，白胡子在这场战争中一共受到刀伤267刀，枪击152发，炮弹46发。尽管如此，他的身影依然充满尊严，后背没有一处伤痕，直到死他都没有背对着敌人逃跑过。白胡子和艾斯战死的消息很快被通报到了全世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新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将因此而改变。战争几乎宣告结束，
然而黑胡子还有下一步动作，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在确认了白胡子确实已经死亡之后，黑胡子狂笑着大叫一声：“好戏开始了！”船员们一起在白胡子身上蒙罩了一个巨大的黑布，随后黑胡子钻进黑布里面。没有人知道黑胡子要搞什么诡计，不过从黑胡子手下的那些人的表情来看，也许又是一件损人利己的事情。另一边，海军们依然不依不饶地对着逃跑的海贼进行炮轰和追杀，其中重点的追杀对象就是草帽路飞。慎平单手抱着路飞拼命地跑。在狱中的时候，艾斯曾经和慎平提到，如果自己不幸死了，拜托慎平照顾自己的弟弟。但慎平是一个十分孤傲的渔人，就算是好朋友艾斯的弟弟，如果不是自己特别佩服的人，自己也没有义务去照顾他。然而顶上战争中，路飞的表现一次次刷新慎平的认知，慎平不知不觉被路飞所感染。现在他只想护送路飞安全离开战场，即便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慎平抱着路飞拼命撤退，女帝默默地目送慎平和路飞，只盼望慎平能够赶快将路飞带到安全的地方。这时海军派遣和平主义者远程对慎平展开攻击，女帝见状立刻跳了过去，两脚将2台和平主义者放倒。一部分海贼终于成功地逃到了港湾的船上。突然一阵寒风袭来，海面上结上了厚厚的冰层，大将青雉从冰层上缓缓走过来，封锁了海贼们的退路，准备对他们进行围剿。慎平招呼海贼们立刻换船，然而众人刚要转身逃跑，脚下突然涌过了一道岩浆，岩浆涌到慎平前面，从地底喷发出来。烈焰之中，赤犬带着杀气从中走了出来，一步步逼近慎平。其他的海贼立刻赶过来支援，赤犬一击岩浆拳打出来，伊万科夫和闪电也跑过来一起阻挡赤犬。闪电剪开地面后挡在慎平前面，挡下了赤犬的岩浆。伊万科夫则用死亡媚眼暂时将赤犬击破，赤犬很快恢复原状，与伊万科夫等人僵持不下。另一边，黑胡子的魔术已经完成，手下们将黑布掀了起来。黑胡子带着一脸恶笑站在白胡子尸体的前面，突然出手一招暗穴道，将面前的海军吞噬其中，这就是他暗暗果实的能力。接下来黑胡子举起自己的拳头，隔着空气击出，冲击波产生的能量直接轰开大地，将正前面的海军总部基地撕开一道裂痕，这就是真正果实的能力。黑胡子用某种方法将白胡子的真正果实能力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现在黑胡子同时拥有了最强超人系和最强自然系2种恶魔果实，是已知的唯一一个双果实能力者。即便在没有完全掌握真正果实的情况下，黑胡子依然能够做到一拳击垮海军总部的基地。这个守卫着整个世界的正义要塞，在经历了接连的冲击之后，终于支撑不住倒塌了。海军和观看战况转播的全世界的人民陷入了绝望之中。眼前这个一手引发了顶上战争的邪恶之徒，本来就实力不俗，现在又得到了白胡子能力的加持，世界的未来将会陷入什么样的局势之中，实在让人担忧。黑胡子看着已经放弃抵抗的海兵们，得意的哈哈大笑，大声挑衅：现在不论多少人，我都可以轻松应对，如果没有人来挑战，就让马林凡多沉入海底吧。黑胡子过分的狂妄引来战国的暴怒，佛之战国直接由黑胡子的正上方坠落，一招冲击波打得黑胡子海贼团集体吐血。战国的出手燃起了海军们的士气，要塞被毁了可以重建，但是马林凡多绝对不能让白胡子轻易毁灭。这里是世界岛屿的中心，对于饱受海贼烧杀掠夺、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来说，马林凡多就是世界人民的支柱，至死都要捍卫到底。以战国为核心，下属的海军大将、海军中将以及各个校级人们纷纷率领手下们对海贼进行追杀战，这是打击邪恶力量、捍卫正义的关键时刻，绝不可退缩。赤犬这边对路飞的追杀尤为执着，他从地下化身岩浆追了过来，烧成了岩石之后，一拳将闪电放倒。慎平赶快抱着路飞逃命，伊万科夫留下来阻击赤犬，他用出人妖拳法、激光治疗拳猛攻，但是狭长锋利的指甲对赤犬丝毫没有用，反而被赤犬炽热的岩浆烧坏。伊万科夫继续攻击，结果被赤犬的岩浆拳头正面击中面部，好在伊万科夫用浓妆在脸上做了一层防御，没有被赤犬的岩浆伤到。海军们对海贼的猛烈追杀让科比大为震惊，既然战局已定，有必要做到赶尽杀绝吗？无论是海贼还是海军，都是有血有肉有家人的普通人，然而战争与杀戮却让无数人家破人亡，难道这就是海军的正义？慎平抱着路飞跑到了港湾的边缘，只要跳到海里就是自己的地盘了，可以轻易逃脱。但是当他跃下港湾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港湾早已重新被青雉结上了冰层，自己的退路被堵死了。此时赤犬已经从后方赶了过来，在半空中慎平回身与赤犬对打一拳，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赤犬紧跟着再出一拳，直接击穿了慎平的左胸口。虽然避开了要害，却依然重伤了慎平。慎平忍着剧痛，在落地的一刹那，将路飞抱在怀里，以自己的背部着地。赤犬平稳着陆，一步一步走向受伤不起的慎平。慎平想要起身对抗，却发现已经力不从心了。赤犬站在了慎平的身后，举起拳头，眼看就要打下致命一击。突然，一个杀刃刺穿了赤犬的身体，破了赤犬的攻击。老沙及时赶到，用沙暴送慎平和路飞飞上了天空。想要保护的东西，就要好好保护到底，绝对不能让这些海军为所欲为。巧的是，本来漂浮在空中准备伺机逃走的巴基，意外地抓到了被老沙吹上天的慎平。巴基的崇拜者们再次对巴基刷新了好感。巴基居然不惜自己的性命救下了危难中的草帽路飞和慎平，实在是太勇敢了。巴基很懵逼，也没有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在他满脑袋问号的时候，赤犬的岩浆拳头已经追了上来，巴基只好抓着慎平拼命地跑。本来自己根本没有救人的打算，但是却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了件舍己为人的好事，引来下面追随者一阵崇拜。赤犬这边在被以马尔科为首的白胡子海贼团队长们拦住，双方二话不说直接开打，招式的碰撞带来一阵阵的震动，赤犬的岩浆到处飞溅，怪物们的决斗遭殃的是下面的普通人，战线无限拉长，让这些普通的人们备受煎熬。巴基抓着慎平在空中漫无目的的游荡，不知道该到哪里落脚。此时冰面下面的海洋中，一艘潜水艇正悄然靠近。罗带着他的红心海贼团由海底悄无声息地来到战场，看准时机上浮到了海面。罗站在甲板上对巴基喊话：“快把路飞丢过来，我会帮助他逃走。”不得不说，巴基还是很负责任的。虽然把慎平和路飞当作累赘，但是巴基并没有轻易地将二人交给罗，而是反复询问罗的身份。这时，海军的包围舰队已经赶了过来，数枚炸弹在罗的潜水艇周围爆炸。黑胡子与战国的对决仍在继续。此时，黑胡子已经逐渐掌握了真正果实的使用方法，能够轻松地对抗战国的冲击波。冠军巴基斯跳起来增援，结果被守在一边的卡普一拳打飞。黑胡子双手抓住空气，使出了白胡子那一个最为气势磅礴的招式，只需要用力拉扯空气，整个马林凡多的岛屿，整片的大海都跟着天翻地覆起来，天空和大海都在晃动，海啸地震同时发起。不仅是海军的围剿舰队，连海贼们的逃命船队也被海浪卷入其中。黑胡子真是一个疯子，他的眼中没有任何敌我之分，只有杀戮和胜利。黑胡子狂妄地挑衅卡普和战国：“你们有能力阻止我吗？你们和白胡子的时代都已经终结了。”由于黑胡子引发的震荡，马林凡多四周的海域全部受到了波及。香波地群岛立刻发布了强海啸警报，普通群众需要立刻紧急避难。赤犬与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们，双方的战斗仍在继续。海军增派了大量的军力投入战场，意在剿灭黑胡子和白胡子海贼团。战争的厮杀声和惨叫声不停地传入科比的耳中。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命运安排，科比注定在这一刻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科比哭嚎着冲了出去，只感觉闹海中人们的声音正在一个接着一个消失，生命在一个接着一个凋零。战斗每持续1秒，就有数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科比一边失声痛哭，一边在战场上狂奔。他扑倒在一个身受重伤的海兵身上，想通过自身的呼唤将那个已经失去意识的海兵唤醒，然而却没有任何的结果。科比从那个海兵的身上翻出了一个随身的吊坠，里面是海兵的妻儿。科比泪流不止。战争实在是太过残酷。巴基依然和罗对峙，此时黄猿已经追了过来，一个光波差点射穿了巴基的脑袋。巴基彻底吓傻了，将慎平连同路飞丢到了罗的船上。罗立刻下令全速下沉。不过黄猿和赤犬已经准备好了必杀技，罗的潜水艇再快也不可能有黄猿的光波快。就在罗以为自己的小潜水艇会被黄猿击沉的时候，科比突然吼出一句：“到此为止吧！”制止了赤犬与黄猿，扭转了战场局势。科比忍着颤抖的双腿站在赤犬面前，大声的斥责海军发动战争，践踏生命。就算海军已经取得了胜利，却依然对那些身负重伤的海兵不管不顾，继续疯狂的追杀海贼，加大双方的伤亡人数。这样的海兵和傻子有什么区别？从军队纪律来说，科比的行为严重的扰乱了军心，理应当场处决。但从道义来讲，海军们对同伴生命的藐视，对敌方生命的践踏，根本谈不上正义。海军的作用归根结底就是维护天龙人的绝对权利。在场所有海贼所做的罪恶之事加起来，也许还不及天龙人和世界政府干过的伤天害理之事的一半。这种事情无论怎么想，都让人觉得细思极恐。果然，赤犬听完了科比的一番言辞后，面露凶光。这是哪里的小子，居然敢挡在本大爷升官发财的路上，理应处斩！赤犬举起岩浆拳头，对着科比的脑袋砸了下去。科比吓得几乎晕厥过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把战刀横在了科比的前面，挡下了赤犬这一伤人性命的一击。
除了白胡子之外，在场还有谁有这样的魄力和实力，正面挡下海军大将的攻击？在大家看清了来者的样貌之后，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来者身披斗篷，脚踩拖鞋，红色的头发随着赤犬散发的热浪轻轻摆动。这就是新世界四皇之一红发香克斯。罗特船员趁这个时间赶忙将路飞送进船舱，准备潜水逃走。黄猿站在远处准备进行狙击，却被另一个男子用枪威胁住。黄猿看了一眼男子，立刻举起双手示弱。无论能不能打得过，黄猿都不愿意得罪这位大人物——红发海贼团副船长本·贝克曼。随着一艘双桅杆带着龙头的海贼船慢慢靠岸，红发海贼团正式登场。全员根本不用动手，光是散发出来的气势就足以让喧嚣的马林凡多安静下来。海军大将青雉没给红发面子，跃向空中，对着大海使出了冰河时代，海水急速冻结，冰层紧追着快速下沉的潜水艇。罗和自己的船员正在给路飞肾平进行手术，忽然船体一阵剧烈晃动，舵手传来消息，有冰层正急速靠近。罗正在全神贯注地进行手术，根本没有时间理会这些，就在手下自己想办法。舵手将潜水艇的速度拉到最满，一阵摇晃之后，终于摆脱冰层。本来大家以为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黄猿的攻击随即杀了过来。8尺琼勾玉射出来的无数光弹无差别扫射海面，打碎了冰面后追击水下的潜水艇。潜水艇根本躲避不开，只好向更深的海底前进。攻击持续了几分钟之后，黄猿收了招式。这样如果还能逃脱，那证明路飞他们的运气也太好了。眼下也只能放弃追击了。汉库克看着2名海军大将持续攻击，放心不下路飞的安危，跳上一艘军舰，命令船员即刻出航。海军们很疑惑汉库克的行为，汉库克正色道：“身为七武海，有义务追上草帽路飞，并且当面解决掉他。”海军们一听，这个理由真好，最重要的是世界第一美女汉库克的要求，他们怎么能不答应呢？立刻扬帆起航，向茫茫大海前进。马林凡多广场上，红发海贼团的出现震慑住了在场所有的海军和海贼。红发的态度很坚决，自己就是来结束战斗的。如果有谁还没有打够，那么红发海贼团将继续奉陪到底。现场没有人敢说话，谁也不会愚蠢到招惹另一个四皇。如果把红发惹毛了，估计海军总部就被灭了。唯一敢耍耍嘴炮和红发嚣张一下的，就只有黑胡子了。双方短暂的对峙之后，黑胡子放弃了挑战红发的想法，毕竟自己的团队刚刚成型，而且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双果实能力，单挑红发实在是没有这个信心。黑胡子海贼团撤退后，战国代表所有海军接受了红发的提议，宣布战争结束，并将白胡子和艾斯的尸体交给红发海贼团处理，也算是卖给红发一个面子。这是大海贼时代开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牺牲了无数海兵海贼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战争结束后，海军立刻向全世界通报了胜利。捷报中，海军大肆宣扬己方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正因为无数海兵充满正义感的奋战，最终将臭名昭著的白胡子海贼团及其麾下海贼团全数击溃，获得了全面胜利。此消息一出，全世界为此欢呼，人们沉浸在海军胜利的喜悦中。海军胜利，正义必胜，邪恶的海贼终于被打败，人们的生活喜气洋洋。然而人们却从来不知道，如果没有像白胡子海贼团这种强大又善良的海贼存在，海军以及他背后的天龙人就会完全统治世界，那时人们的生活将会更加水深火热。白胡子死了，他所罩着的地盘将立刻陷入一片血腥的战乱与厮杀中，无数的岛屿将会血流成河，而这些海军都会充耳不闻、不闻不问的。他们在乎的只是手中权力的稳定，至于那些平民百姓的安全，他们不在乎，天龙人更不会在乎，只有白胡子会在乎，但是他已经不在了。海军胜利了，而这一结果带来的不仅仅是和平，而是更多更大的暴乱。新世界的那片原本属于白胡子的海域失去了威慑力，陆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顶上战争结束了，无数的小战争却一个接着一个起来了。马林凡多这边，战国得到手下汇报，推进城监狱长麦哲伦身受重伤，但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认为推进城失守，自己责无旁贷，准备康复后以死谢罪。战国交代手下绝对不能让麦哲伦做出这种事。通过手下报告，战国得知推进城 Level 6的实际情况远远比想象中还要惨烈。黑胡子入侵 Level 6后，释放了所有的囚犯，让他们之间互相残杀，胜者才会有幸加入黑胡子海贼团，离开推进城，重见天日。结果就是 Level 6一片血腥，宛如人间地狱。最终活下来的都是这些世界各地穷凶极恶的罪犯当中最为精锐的人员。黑胡子海贼团收纳了几人，实力增长数倍，加上黑胡子本人获得了真正果实的能力，现在的黑胡子海贼团已经今非昔比，远远超过了七武海级别的实力。让人战国震惊的是，实际上被黑胡子带走的除了宇之溪流之外，还有圣胡安、饿狼等4人。但是 Level 6中明显还有其他的要犯也失踪了。海军保守估计，那些危险分子估计是趁着黑胡子大闹推进城的时候悄悄越狱了，如今已经分散到了各个国家，
以Leo 6罪犯的危险等级来说，哪怕只要一个人，只要悄悄混入一个国家，都会引起巨大的动乱，更别说这么多的犯人越狱了。未来几年内，海军的日子不会好过。战国下令立刻确认在逃罪犯的名单，然后向全世界发布通缉令，务必在短时间内找出这些危险的犯人。手下犹豫了一下，告诉战国，推进成 Leo 6是世界政府刻意隐瞒其存在的。如果这种事情传出去，恐怕会影响到世界政府的声誉。战国气得大骂，这种危机关头了，难道世界政府和天龙人的声誉比无数国家无数百姓的生命还要重要？大概正是因为这些观点的不相合，战国才决定退居二线，由更适合做天龙人舔狗的人员担任海军元帅。另一边，汉沃克凭借着自己跟班小时的帮助，成功跟上了罗的潜水艇。在潜水艇上浮的时候找上门来，焦急地向贝波等人打听路飞的伤势。罗一边擦手一边从船舱内走出来，说了那句所有医生都会说的话：我已经尽力了，手术刚刚完成。不过由于路飞身上新伤加旧伤，身体早已透支了，无法保证他一定会活下来。汉沃克出乎意料的没有发怒，悲伤地说，如果可以的话，自己愿意承担路飞的痛苦。说着掩面流泪。罗的两个船员红着脸啧啧感叹，真羡慕路飞居然让女帝这样掏心掏肺。这时慎平挣扎着从船舱内走了出来。路飞的伤势虽然很严重，但是更严重的是他的精神创伤，如果能找个地方给路飞静养，应该会更有助于康复。汉沃克沉思一下，立刻联络了九蛇岛，换来了九蛇海贼船。如果用九蛇的海贼船带着潜水艇前进，就可以进入无风带，到达女儿国。在那里，路飞可以在七武海女帝的庇护下，避开海军的搜查，静心疗养。好了，顶上战争终于结束，我是田木君，咱们下期见。